英国和中国的直线距离是8800公里，跨越了整个欧洲和大半个亚洲。那么，为什么大英帝国不远万里要和大清帝国通商呢？并且由此还引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也叫中英战争。19世纪初的时候，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进入末期，机械制造代替了手工制造，英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质的飞跃。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远远超过了本国需求。当时的英国是世界工厂，它几乎跟世界上任何的一个国家进行贸易，甚至穷乡僻壤的地方也可以见到英国制造。而中国是当时亚洲的第一大国，中国也向英国做出口，陶瓷、茶叶、丝绸等等，英国人特别喜欢这些东西。而茶叶是英国从中国最主要的进口货物。1669年，茶第一次作为货物被运到英国。茶作为有助于恢复精力的饮品，受到了英国贵族的热烈欢迎，并且价格昂贵。之后，随着越洋贸易的发展，茶叶货源增加，茶的价格也逐渐降低，成为了英国人的国民饮料。英国也对中国做一些工业制品的出口，但很失败。当时的中国经济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为主，而清政府对于国际贸易极为轻视。英国在18世纪开始实行金本位货币政策，而中国则以白银作为货币。当时的贸易需要用银子作为货币，英国每一次和中国交易都要从欧洲购买白银，这一买一卖之间就给英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而且英国向中国做出的出口产品得不到利润，而中国向英国做出的出口却让中国大笔大笔的赚钱，这就造成了贸易逆差，出口的钱和进口的钱不平衡。当时中外的经济学家都认为金银的输出对国家有害，各国都想方设法增加货物的出口，以换取金银的进口。在中国经营多年的外商发现了一种上等的商品，它就是鸦片。鸦片是一种原产于小亚细亚的草本植物罂粟提炼出来的。唐朝时，罂粟经由大食进贡而传入中国。佛教僧人义净也从印度将鸦片传入中国，当时称为药烟，也叫阿芙蓉。鸦片在欧洲及中亚有长久的使用历史，被当成一种药物。南洋诸国视其为贡品，市镇也有售卖的，价值与黄金相等。最早，葡萄牙商人将鸦片从印度带到广东售卖，并且输入逐渐的增加。16世纪末，明朝中叶，海关开始征税，将鸦片列入药材，与来自菲律宾的烟草混合吸食，主要用来做止痛安神的药。为了享受而吸食鸦片的情况很少见。到17世纪60年代，吸食鸦片的方式得到改进，由此吸食鸦片迅速成为有闲阶层的一种时尚。不久以后，甚至连穷人也沾上了这种习惯。对鸦片的需求导致外国进口的鸦片增加，也导致在四川、云南、福建、浙江和广东开始种植罂粟。18世纪，英国商人发现鸦片在中国大有销路，接下来全力以赴贩卖鸦片。1773年，乾隆38年，英国人取代葡萄牙人成为了鸦片贸易的领头羊。同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获得种植鸦片的垄断权。嘉庆初年，吸食鸦片的人还很少。到了1838年，从士大夫到平民百姓，甚至妇女、出家人都有吸食鸦片的。吸食鸦片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鸦片逐年进口急增，白银外流。19世纪30年代中后期，白银外流的情况最为严重。清代的法定货币是铜钱。1740年时，中国市面上1两银换800文铜钱，而到了1828年时，1两银值2500到2600文铜钱。清政府为此增加了铸造铜钱的数量，结果导致银价进一步上涨，铜钱贬值，物价升高，人民纳税的负担更加严重。鸦片贸易彻底扭转了中英贸易逆差。自从英国占领鸦片出产大国印度以后，英国把大量毛织品倾销到印度，再把垄断经营的印度鸦片出口到中国，又从中国进口茶叶卖回英国，如此形成了中英印三角贸易关系。
19世纪初，鸦片已经成为三角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为英国赚取大量白银。因此，学者认为，当日后中国进行反鸦片战争时，英国也只好进行反鸦片战争。鸦片贸易是导致战争的近因，因为它触动了英国商人的根本利益。战争的原因是中国奉行的政策和制度触动了英使的外交底线，才导致中英两国发生外交冲突。中国有一句古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出自先秦《诗经·小雅》，历代帝王治世为天朝上国，视外国为蛮夷，对外都视为朝贡关系，对内尊卑长幼等级制度森严。就在这种不对等的背景和观念之下，朝贡制度历代相沿，到了明清时期趋于完善，并且达到了顶峰。时间回溯到1683年，康熙22年，清朝结束了从顺治18年1661年开始的长达23年的海禁，正式开海，准许百姓对外贸易，并且在粤东的广州、福建的漳州府、浙江的宁波府和江南的云台山分别设立海关口岸。清朝开放4口通商以后，广州是最繁荣的口岸，但是广州官商勾结，利用权势对洋商敲诈勒索，加上广州气候湿热，所以对于英国纺织品的需求量很少。因此，英国东印度公司想在较偏北的口岸宁波开展商务。1755年，乾隆20年，通晓汉语的英商洪任辉奉命前往宁波贸易，因此往广州去的英国商船数量大幅减少。这时候，两广总督就开始担心，因为他怕贸易转向北方。在1757年的时候，他上书朝廷，提议将宁波的关税提升到100%。与此同时，朝廷也担心外国商船频频的到访，会把宁波变成另外一个澳门，使得外国人和内地奸民勾结。并且这个时期的清朝正在为西北边境的准噶尔之战烦心，西北有藩邦蛮夷来犯，东南沿海这边的外藩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目的呢？因为他实在想不到洪仁辉他们到底为什么不在更有优势的广州港进行贸易，而来到海域狭窄、口岸滩浅、优势远比不上广州港的宁波港。因此，乾隆皇帝以海防重地、规范外商活动为理由，通知洋商只开放广东口岸，不得再赴浙江省。这就是当时著名的事件——一口通商。但是，这个一口通商的政策主要针对的是西洋外商，其他如日本、朝鲜、南洋等外商不包括在其中。中国本地对外贸易也不会受到限制。不服气的英商洪任辉在1759年直接前往北京申诉，向乾隆皇帝递交了诉状，并且希望中国开放多个通商口岸，并且指控广州海关勒索、行商拖欠货银等等。结果被乾隆皇帝以勾串内地奸民等罪名囚禁澳门3年。洪任辉事件发生以后，清政府对贸易采取了更加严格的限制，并且规定外国商人销售商品和购买土货都必须通过广州13行的行商之手。广州13行是朝廷授权13家称为行的商号，作为唯一的对外贸易代理人。他们透过向朝廷捐财，以保证他们垄断特权。所谓广州13行，也并非只有13家，多的时候可以达到40-50家。此外，广州还有管束以及防范外移的条例，主要的用意在于禁止外国人和本地的百姓往来。它的内容包括严禁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不能在广东随便行动，外出要有13行的陪同，禁止雇用汉人奴仆，禁止内地百姓为外商传递书信，外国人不能坐轿，不可以学习中文，外国妇女不可以进入广州等等。1760年，清政府恢复公行制度，
工行是行商在官府的支持下成立的贸易垄断组织，工行专办对外贸易。这一时期，行商税吏巧立名目，额外的费用多达60多种，引起了外商的强烈不满，并且助长了走私的风气。在当时的欧洲人认为乾隆皇帝是一个开明的君主，英国人以为他们通商所遇到的困难都只是广州地方官吏的问题。如果这一切能让乾隆皇帝知道，他一定是愿意改革的。1787年，英国派出使团第一次访华，但因为正使卡斯卡特在来中国的途中病逝而夭折。1792年，乾隆57年，英国第二次派乔治·马嘎尔尼访华，学员80多人，包括天文、数学家、艺术家、医生等等，还带着用心选购的贡品，有天文、地理仪器、图书、军用品、车辆、船饰等等，一共600箱，大约价值15000英镑，以此来表示英国的诚意。1793年，乾隆58年8月，他们到达北京。清朝以为英使是来向乾隆皇帝贺寿的，要马嘎尔尼跪拜，但被拒绝了。他只肯行英式的一膝一跪之礼。乾隆皇帝感到很恼火，后来又得知英使并不是见他来贺寿的，而且还有别的请求，他便决定让他们快点走。马格尔尼又以书面请求，包括征开通商口岸、减免和定明关税等等，但全部都被乾隆驳回。第二次访华失败，马格尔尼非常沮丧。他们一行人由北京走运河南下，经杭州、广州返回英国。在这条路上走了5个多月，让他接触到不少中央、地方官员，见闻了不少政治、军事、社会实情。他惊讶地发现，清朝人的知识浅陋，官吏贪污，人民困苦，武备废弛。光芒万丈的大清朝，原来一切只是虚有其表。马嘎尔尼一行人回国之后，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这成为了欧洲研究清朝的珍贵资料。随同使团出访的画家威廉·亚历山大也留下了许多18世纪中国的记录。马嘎尔尼的随员安德逊说，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3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拘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马嘎尔尼认为翻译水准过低是导致自己失败的主要原因，而对于清朝，他得出的结论是，清朝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你只要轻轻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他同时说，清政府的政策跟自负有关，他想凌驾于各国之上，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进步。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为半野蛮人。2年后，英王乔治3世来书，希望相依相交，公平恩待。乾隆皇帝的回答是要他一力尽诚，永承恩眷。由此可见，中英完全无法对话。大清国自视为天朝上国，视外国为蛮夷。满清政府当时完全没有外交的观念，外国人来了就是纳贡称臣的，根本不可能承认他国的平等地位。清政府对外国只有剿夷和辅夷2种政策。英国政府又派大使阿美士德来华，还是为了贸易权益的问题。1816年嘉庆21年抵达天津，直接因为叩拜礼节的问题被嘉庆皇帝驱逐出国。1825年道光5年，英国爆发经济危机。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英国资本家对国内压榨工人，对国外侵夺殖民地，并且鼓吹战争。1827年道光7年，马地臣在澳门创办《广州记事报》，公开鼓吹侵略。到了1832年，更有人提出，如果要发展对华贸易，必须武力才能解决。内容太少了呀。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军已经初步处于火器时代，而清军仍然处于冷热兵器混用，在武器装备方面落后了英军200余年。
而差距最大的就是舰船。英国海军拥有当时世界之最的各类船舰400余艘，而当时清军的水师主要是用于近海巡防海盗的小型军船，远远不及英国军舰。清朝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一支常备军，总兵力80万。英国派往中国的海陆军合计只有约7000到2万人，但庞大的清军并不是纯粹的国防军编制，他们的主要工作是维护社会治安和政治秩序，类似于现在的警察。因此，清军的编制最擅长的是分散管制百姓，而不利于集中御敌。另外，清兵由于粮饷收入低下，往往需要依靠副业养家，甚至敲诈勒索、受贿，腐败也使得清军作战能力下降。1832年，道光12年，发生了一件意义深远的事件：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取消。次年，英国国王任命上议院议员、海军将官绿劳碑为驻华商务总监。这标志着英国政府替代了东印度公司与中国交往，官方关系替代了非官方。但是清政府丝毫也没有理解这一根本性变化的政治含义，当然也没有做出任何准备来应付这一个新的形势。1834年，道光14年，绿劳碑发了一封平行公函给两广总督卢坤，要求建立平等的中英外交关系。卢坤被惊掉了下巴，这简直是大逆不道。在卢坤看来，天朝大臣怎么能与外夷平等？而且，根据大清律法，大臣也不准与外夷私通书信。因此，他要求绿劳碑要遵守旧制，并立即返回澳门。绿劳碑当然不服，坚持要求平等待遇，并且发布公告说卢坤固执不明。卢坤也发布告说绿劳碑妄自尊大，自绝于天朝，并下令全面终止与英国贸易，派兵包围英国商馆，撤走清朝故宫，严禁百姓向英人提供任何食物、水和药物。绿劳碑立即召集兵船向清廷示威。9月9日下午，英舰炮轰虎门炮台，双方交战约35分钟，结果英方3人战死，5人轻伤，船身轻微损毁。相反，清廷的不少炮台则在战事中被命中摧毁。后来，英商不愿贸易长久停止，最终达成和解，贸易恢复，双方的争执暂告一段落。绿劳碑在广州时已身染重病，回到澳门后病逝。此后2年，英国商人多次向英国政府请求帮助打开中国市场。在这一时期，一边是陷入不稳定无保护状态的英商，一边是屡屡禁烟失败的清政府。早在1729年雍正7年，雍正帝就颁布过禁烟令，禁止贩卖和吸食鸦片，但并没有禁绝。中国的烟民从富家子弟逐渐扩散到民间百姓。道光年间，朝廷几乎每年都下令禁止贩运鸦片，但这反而激起了空前活跃的走私活动。因为贪官污吏会凭借禁烟的法令来收受洋商的贿赂，因此立法越严，索贿越多。1838年，道光18年，颁布清廷严禁鸦片烟条例。道光命令林则徐前往广州清查鸦片来源，史称虎门销烟。1839年，林则徐抵达广州，加紧暗访密查，严拿烟贩。初到广州的时候，林则徐还写了2封信给维多利亚女王，信中大意是说明通商应该互利而非害人，但这2封信最终并没有交到女王手上。同年3月18日，林则徐向外商和行商发出收缴鸦片的命令，限定3天之内交出所有鸦片，并写保证书，承诺今后不再贩运鸦片，否则货没收人正法，并且提出上缴每1箱鸦片会得到5斤茶叶的奖励。洋商们起初以为林则徐只是普通官吏，表面上大讲礼义廉耻，
实际上只是为了讲价。所以到了缴烟期限将满时，外商仅仅交出鸦片1037箱。林则徐认为太少，拒不接受，并且逮捕了2名工行总商和英国大鸦片商人颠地。3月27日，英国人屈服。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商务总督义律担保将交出鸦片，并以英国政府的身份发出了一条布告，让所有英商将鸦片交到他，转缴林则徐，宣布英国政府会赔偿所有英商们的损失。由于这份宣言，鸦片的所有权被易手了，鸦片从商人的私有财产变成了英国政府的公有财产。对此，马地臣形容中国人已落入了使他们自己直接面对女王陛下的圈套。林则徐这边在请示过道光帝之后，在虎门挖了3个大坑，6月3日实行销毁，历时23天。道光皇帝说大快人心。目睹了虎门硝烟的美国汉学传教士魏三卫说，一个非基督教的君主宁愿销毁损害他的臣民们的东西，而不愿出售它来装满自己的腰包，这是唯一的一个实例。1839年6月，虎门硝烟后，林则徐坚持要求英商们出具保证书，承诺以后不再走私鸦片来华。他坚持要保证书，是因为他知道洋人讲求信义和契约精神，但是英商坚决抵制这一要求，认为货没收人正法，不经审讯就处死违约者，这不仅不符合国际法，也违背了清朝的法令。由此僵局形成。5月24日，全体英国人前往澳门，并督促英国政府采取措施，并兑现对被收缴的鸦片作出赔偿的保证。中国镇压鸦片贸易以后，人们开始讨论英国将如何回应。因此，前美国和英国民众都对英国支持鸦片贸易感到愤怒。许多英国公民同情中国人，并且希望停止鸦片的销售。然而，人们对英国外交官受到的对待，以及清朝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都极为愤怒。辉格党控制的政府特别提倡与中国开战，亲辉格党的媒体则刊登了有关于中国专制与残酷的故事。这个不少哦。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勋爵认为英侨缴出鸦片无异于被迫纳赎命金，因此要求中国与英国订立贸易条约，以平等地位通商，或割让一个小岛给英国，使英侨能在其国家庇佑下安居乐业。为了争取上述要求，英国显示实力，派遣远征军在1840年6月开抵中国，随后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朝战败、签订南街条约而告终。这场战争是近代西方国家对中国发起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之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纷至沓来。被要求割地赔款，对于清朝来说也是第一次。这些不平等条约要到1个世纪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3年才得以正式废除。而在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割让给英国的香港岛，则要150年后才得以收回。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开始了重要的变化。鸦片贸易泛滥，中国的公共财政和货币流通陷入严重的破坏状态。由于西方资本在五口经营工业，这些工厂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工人。英国把大批商品运来中国，使得中国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遭受冲击，并且开始解体。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土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使得一般人的贫穷到达了极点。各地破产的流民最终汇聚成了太平天国。令清政府惊讶感到无法理解的是，
英国并没有摧毁其统治政权。英国开战仅以谋得通商、外交、法律优惠为目的，因此清政府将这一系列的军事冲突视为一场突发性的、短暂的事件。不过，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使得小部分进步思想家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开始意识到了社会和民族的危机。史学家蒋廷福指出，林则徐是当时觉悟的少数人中的一个。事实上，林则徐在广东时已了解到中国的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的船和炮，同时派人翻译外国刊物，例如英国人休·穆瑞所著的《地理百科全书》被译成《四州志》。1841年7月，林则徐前往新疆黔西，他把书稿全部交给好友魏源，希望他能编纂《海国图志》。魏源接受嘱托，并且搜罗了更多世界地理资料，于1843年1月出版于扬州，又几经扩编，补成100卷，于1852年咸丰2年刊行于世。《海国图志》在中国和邻国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这本书详细叙述了世界各国的历史、政治、风土人情，还包括如何制造西洋炮和西洋船等等近代军事科技资料。但凡能收集到手的，无不汇聚于书中。大多数传统士大夫对这部著作和师夷长技的思想主张不予重视，甚至予以否定。这本书在中国遭到嫌弃。士大夫认为中国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中国古法不效，而是因为奸臣误国。相反，日本的文人把《海国图志》翻译成日文，在1851年流传到日本，随即在日本文化界掀起了刊印、翻译、评论、注解该书的热潮。数年间，日本出版的《海国图志》选本就已经多达22种。《海国图志》的翻译出版，令幕末时代的日本人大开眼界，通晓了世界各国的史地知识，这对于日本明治维新具有莫大的刺激。大清朝直到20年后战败于第2次鸦片战争，才开始推行洋务运动，学习西方技术，成就其实不小，但比不过日本的明治维新。在甲午战争中再一次战败，然后才试图改革政治，有了戊戌变法，却半途而废。后来有了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入侵，然后才有了比较认真的政治改革，清末新政。但是那已经不能挽回清政府灭亡的命运了。